此外，美方还持续对华搞恶性竞争，在高科技领域的态势尤为明显。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周三声称，美国官员要求他们停止向中国出口2款用在人工智能工作项目的顶级计算芯片。此举被视为可能削弱中国企业开展图像识别等更先进工作项目的能力，也使英伟达在中国的业务遇到阻碍。英伟达的竞争对手同样来自美国的超微半导体则说，公司已收到新的许可证要求，规定超微半导体停止将旗下 MI250人工智能芯片出口到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四表示，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科技霸权主义，美方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企图利用自身科技优势遏制打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此举违反市场经济规则，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搞技术封锁、技术脱钩，妄图垄断世界先进科技，维护自身科技霸权，破坏全球紧密合作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注定以失败告终。同日，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婷也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公平对待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多做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的事。其实最根本的是，中美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美国要看到的是两国是平等的，是平视的。如果美国总是习惯于俯视中国，在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还希望中国配合美国的目标打这种如意算盘，那在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之下，中美关系走不远，会出现一个又一个接连不断发生的问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方对中俄两国出口高端芯片做出进一步限制。今天，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表示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那么，管先生，您对此如何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针对美国商务部的最新动作有媒体做出这样的一个标题：美方对芯片下手，中方回应。但是呢，我个人认为更加准确的说法，其实呢，应该是美方对美国芯片下手。那么这也正是美方动作的吊诡与荒谬之处。我们看到美方两家受牵连的芯片商英伟达与 AMD 的股价，昨天在盘后交易时段呢，都出现了大幅下跌，尤其呢，英伟达的股价更是跌超6个百分点。但是呢，我认为更应该注意美方最新限制的这个披露方式。实际上，它是由美国企业作为受限的一个苦主，它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来发布的。也就是说，如果英伟达对外不披露，限制令呢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曝光。套用一句股市的规管用语，美方最新的芯片出口限制是以所谓窗口指导方式进行的。那么这么干更加隐秘、更加聚焦，指向性也更强，当然呢也更加没有底线。在回应美国 CNBC 财经电视台有关最新限制的查询时，美国商务部发言人仅仅是发布了一份含糊的声明，声称当下不会对外公布具体的政策变化，为了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外交利益，美方将会继续在技术、终端应用以及终端用户领域全面采取必要的额外行动。所以声明的潜台词很明显，类似更加隐秘、更加聚焦的窗口指导式的规管仍然将会延续。那么它所传递凸显的正是美方对华大打芯片战、高科技战的一个新的动向。那么美方对华打芯片战、高科技战有哪些新的动向呢？今天美国 CNN 电视台就此发自香港的报道，有一句点睛语说 ：“The new rules are a reminder of how U.S.-China tensions remain high over business and tech。”美方新规彰显美中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关系往来紧张延续。我个人认为，美方推进对华芯片战、高科技战是全政府行为，也是驴象两党的共识，更是拜登政府所谓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一个主战场。此前呢，拜登签署所谓芯片法案，极力拉拢构建包括台湾方面在内的所谓芯片四方联盟。佩洛西悍然顶风窜台，引发台海轩然大波。但是呢，他在登台快闪期间，也特别安排与台积电的高层会晤，包括由美国企业上市公司信披公告最新捅出的美方限制小动作等等，这些都在强化这样一个态势，也就是呢，美方对华打芯片战、打高科技战，乃至在特定领域推动脱钩，既是系统行为，也是长期目标。
它既有所谓的目标设定，也有战术层面的推进手段的细化与完善等等。现在看来，即使付出类似英伟达式杀敌800、自损3000的这样的惨重代价，美方也是在所不惜的。我注意到英伟达的公告也在强调，将会考虑为中方客户提供规管框架之下的替代品方案。那么，所以美国企业它基于自身的利益，对美国商务部的最新设限，其实呢也是相当无奈、极其不情愿的。当然呢，我想这也从一个反面来见证，中方正在加速推进的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的这个方向性的努力，是何其必要，又是何其紧迫。今天，蔡英文再见窜访台北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是叫嚣要和美方共造所谓民主芯片。那么您对此有何分析呢？美国3获普利策奖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这2年有一个颇具迷惑性的提法，所谓深度产品，它当然是对应浅层产品而言的。那么浅层产品呢，包括穿在身上的衣服、穿在脚上的鞋子、窝顶上的太阳能面板等等。弗里德曼就解释说，此前40年，中国对美出口主要是在输出浅层产品，而美方输华的很多是深层产品，包括电脑、软件等等。弗里德曼的话语逻辑是，当中国对美只是输出浅层产品，美方不会有太多的政治考量。但是呢，在过去10年间，中国依靠自身的技术发展与进步，实现价值链的提升与跨越，开始向美国发售类似华为5G 设备的这样的高附加值的深层产品时呢，美方对附着在深层产品上的所谓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疑虑就被大大激发了，于是碰撞不可避免。那在我看来，弗里德曼这套壳其实就是针对中美贸易战乃至芯片战、高新技术战，在所谓价值观与制度竞争的框架之下，提供一套冠冕堂皇的话语范式。那么，如果弗里德曼的解释成立的话，那我想追问：既然美方对华卖了40多年的深层产品，为什么中方就没有被激发出所谓的价值观与利润？那么，蔡省长他的所谓民主芯片说，无疑是在循着弗里德曼的这个话语陷阱，又在挖出新的陷阱，那就是强调台积电的芯片产品也是这样的深层产品，是有所谓价值观与制度属性的。台湾要和美国联手打造民主芯片，这就是蔡省长医美谋独的所谓的最新投名状。也就是说，台湾在价值观、在社会制度上和美国是一伙的，是同一阵营，这是典型的数典忘宗行径。王毅曾经痛批蔡英文，如果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灵，一定会痛斥蔡这样的不孝子孙，骂得一点也不冤。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